大家好，比特币、狗狗币或者是山寨币，今天来聊聊，有可能大的行情要来了。只是这个位置最近猜不准，比特币会不会大洗盘？因为金鱼是又不开始作为了。那不然2年之前的做多利润，希望大家，反正我是继续 hold。我相信这个位置比特币并不是顶部，因为2周的布林线或者是美元指数有很多原因，我相信比特币还会继续大涨。国语很烂，感谢点赞，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圈。另外，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而且 OKX 也是 F1 迈凯伦车队以及足球俱乐部曼城队的赞助商。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20%。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元指数周线的这张图表，有一段时间没有给大家跟做了，因为其实美元指数已经是跌破了，也就是这2年一直在提的100美元的整数关。美元指数后面美联储肯定要降息啊，那降息可能就会利于整个币圈，不管是哪一档山寨币，或者是狗狗币也好，以太坊也罢，包括比特币，我相信后面肯定会继续涨。相信比特币这个位置10万美金不会是它的顶部，所以2年之前，其实朋友们交易你尽量要在低点的位置去买入比特币。2年之前，当时美元指数是涨得非常非常的猛，那像这种涨势它不可能一直持续的，因为当时美国那边是一直在加息，加到5点几，或者是加到接近6%。那要知道，但凡一个正常的大的经济体，或者是哪一个政权，它都不会允许自己的利率再这么高。利率这么高的情况下，是不利于下面的很多企业去发展，或者是去融资，或者是去扩展自己的业务，然后带动整个国家的就业。所以你基本面看懂了，或者是你再配合美元指数一些技术面，我是比较相信技术面，特别在比特币这一块，一定要多参考技术分析。那美元指数我们可以看一下2004年的这几个低点，跟2006年的这几个低点，它整个贯穿接近10年的这一个，反正就是一个支撑跟压力转换的位置。它在2008年、09年或者是15年，包括这个位置16年，以及2022年9月份以后，为什么希望朋友们比特币要从2万美金开始抄底？虽然2万抄底后面有输钱，比特币最终的底部是跌到15000美金，但是美元指数现在下来的话，造就了整个比特币从2万美金左右已经涨到10万美金。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Discord 交易群这一个比特币的小组，也就是2年之前的一些通知做多的记录，2022年的11月份，或者是2023年的2月份，当时比特币价格还在2万美金。当然，这些多单价格基本上都是在2万、2万、2万，有一些单子是有止损过，不过也是跟朋友们讲，你止损可能7、8笔，但是你如果做对一笔，就比如2023年9月份这一笔26200美金左右，后面价格比特币也是上涨，你如果做对一笔赌它的大长线，有可能给你带来了利润，比特币涨个5倍，那你杠杆开个10%，不就是50倍的利润？或者是我们来看一下更精准的，也就是当时交易群上面这一个免费的小组，2023年10月13号的时候，这一笔多单我是没有编辑过，通知朋友们做多在26600美金，我自己是100倍，价格就开在26600美金，就是这个点位啊，或者是它最终是没有跌破我的止损，所以一笔多单有可能就可以给你带来大几百万的利润。或者是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交易小组，也是比特币这个短线的小组，2024年8月份的时候也是有通知朋友们，不然4万9，当时比特币接到这个低点，49000美金，我是感觉可以继续去做多。或者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后面其他的一些交易单子，比如2024年也是在54700美金
附近也是有通知一些做多，有可能会有短线的利润，或者是有机会利润你就去赌大长线，成本设为止损。其实单子是很多，包括我们看一下，但是最近10万美金的比特币最近也猜不准它到底会不会再洗盘。如果有洗盘，我相信比特币后面应该也是会继续大涨。或者是我们看一下，包括这一笔多单是在2024年9月份左右，56000美金通知朋友们去做多，有利润。我到现在我的观点是也是继续给我持有，这个是没有边际啊，有边际的话会像这种，它会显示已边际。当然，交易群上面有一些组是有权限啊。你如果有用我们 OKX 邀请链接注册交易，如果达到月交易量，你可以直接点击我的头像私信我，我不会主动联系任何人啊。联系我以后，我会帮一些朋友就是直接拉进这些权限组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美元指数周线的这张图表，其实有几波大熊市的市场，我们可以看一下下方这一个对应的就是山寨币的指数。2017年，记得就是比特币后面在2017年最后疯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下方的这个山寨币指数，美元指数只要大跌，比特币疯涨，山寨币就是这种大涨的走势。或者是我们看一下美元指数在2020年到这个位置是已经都来到2021年，它暴跌的情况下，我们看一下下方的这个山寨币指数，也就是疯涨的走势啊。或者是目前的美元指数，反正我是相信后面肯定要降息，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虽然这一波山寨币是很难哦，不然希望朋友们你尽量控制好自己的仓位哦。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周比较关键的一个数据，也就是美国的 CPI。我们可以看一下2025年2月份，当 CPI 来到 3%， 或者是后面降到 3% 以后，其实我是相信后面肯定要继续降息啊，或者是网络上也是有预测，估计今年至少也要降息1次到2次啊。有些朋友是提到美国那边的关税有没有可能带动整个美国的 CPI， 可能就是这1-2年会不会低于 2%， 会不会达到美联储的那个要求，我也不确定啊。但是我们看一下，就是最近的这个预测值，有可能在上个月的5月份，美国的 CPI 可能是在 2.5。那我们尽量观察一下6月11号的时候，就是 CPI 公布的数字，看会不会低于这一个 2.5， 有可能对后面美联储降息，有可能也是一个导火索。所以 CPI 只要越低越好，最好是将来真的能达到 2%。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2周的这个布林线指标，为什么我认为这个位置不是比特币的顶部？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比特币在2022年的时候，其实朋友们，你买的时候为什么在2022年的这一个区间去买？当时美元指数是在很高很高的位置。2022年的6月份，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美元指数一条斜线的那个高点嘛，接近114左右。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时间啊。当时比特币，你再配合这个布林线指标，也是可以利用一些技术分析来抄底啊，因为它跌破布林线的下轨啊。你可以观察一下月线，不是月线啊，这个是2周的图表。2周的图表，什么时候它跌破这个下轨？上一次跌破下轨，是不是在这个位置是疫情嘛？或者是再上一次跌破下轨，这个位置是在2019年的底部。那再上一次跌破下轨呢？它是在2015年的这2个底部的位置啊。所以这一个2周的图表能不能给你大赚？一辈子能不能给你实现1-2次，或者是甚至几次的财富自由？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在交易短线。短线我不知道最近在进进出出或者是做多做空的朋友，到底有没有给你带来大利润？所以那2年之前在这几个低点，或者是后面比特币突破了这个布林线中轨，每一次有压回 25K 交易群，或者是 50K 交易群，包括 75K 交易群通知做多。现在为什么我认为比特币不是顶部？我们可以看一下研究技术分析或者是这个布林线的朋友应该知道它的开口吧。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2017年这个上涨布林线开口是不是
或者是我们看一下开口比较大的情况下，一大波上涨，整个线包括后面的价格，它是一直在冲上轨的时候，有可能我们才会要小心，比特币估计才会是顶部。以及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2021年，也就是5、6、7、8根连续10根左右周线里面2周的图表，这种蜡烛的 K 线，或者是这个布林线的开口很大的情况下，它有可能才是顶部，甚至它的蜡烛你可以看一下上轨、连续在上轨上发，那这种就是非常疯狂的牛市的表现哦。现在有看到吗？我们看一下这一波牛市至 25K， 或者是美国 ETF 上市，昨天不是有提到吗？ ETF 上市，或者就算给你5万到6万美金，涨到现在也不过涨了1倍啊。所以我们看一下突破上轨一根又洗盘，突破上轨虽然是2根在上轨，但是这整个区间全部都是洗盘，所以有可能突破上轨就一根，突破上轨就一根。主力就是老市场的那一种机构的操盘手法，他并不着急啊，涨一点洗一点，涨一点洗一点，把散户洗到没有耐心。就像2015年的这一波牛市，可以看一下上轨1、2根洗盘，上轨1、2根洗盘，然后后面一路飙，看到这种1、2、3、4、5、6第7根最终见底。所以目前的比特币，你有看到它布林线就这个位置开口大一点，目前有可能就是在挤压，目的为了或者是后面的暴涨。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短期的比特币目前价格已经是突破了这几个高点的下降趋势，那这个位置有可能突破以后，或者是在这个位置盘整一段时间，因为短期上面就是前面这一个高点，它大约是在106900美金左右，短线这个位置是有压力啊，或者是金鱼的数据，昨天这一根上灯星、下灯星，或者是就像一根螺旋的 K 线，持有100枚以上比特币钱包地址，金鱼它是不买，那你看到这种蜡烛图表，我的观点是有可能这个位置代表着多空又开始有分歧了，因为上方是有阻力，那么尽量观察比特币是不是在这个位置短线继续盘整。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这张图表，昨天是有提到狗狗币这几个高点可以看作一个下降楔形哦。那这根 K 线它短期是有一点突破，不然尽量先观察吧，短期会不会盘整。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日线的这张图表，也是有一段时间没聊了，或者是以太坊，不然还是看这一个2300美金左右的支撑。长线我还是在看涨，只是短线以太坊要聊什么？它这种洗盘有可能就还是继续洗哦。最后感谢大家收看，对我们